眼见决赛圈再次遇到一支4人小队，我端着大狙的双手微微颤抖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，猛然就向他们包围了过去。我叫麦克，是名狙击手，专业过硬，从未失手。由于最近很少玩狙，经常被不务正业的弹幕刷满屏，所以今天我一发狠，开了个单人4排，准备好好练练我的单发狙。2把莫辛纳甘在手，我已然听到了隔壁传来的脚步声，同时在对面楼内又见一人。我化成背上的8倍莫辛纳甘，抬手就是一枪击中了他的左肾。查看地图，我预测到最终的决赛圈可能在海边，所以我要早做打算。不过行至中途，我早已偷袭，迅速展开自创步伐躲避攻击。从此人的枪法里，我听到一丝肾虚，应该是刚才被我打中腰子的那个。来到山顶，还未曾喘气宁心，也看到一名对手狂奔过来。他似乎以为我早已逃命，却并不知道我伏击的就是他。不过许久没拿狙的我似乎有些失了水准，而对方的身法意识也颇为讲究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开启了愉快的对狙之旅。哎，累死我了，这人太滑溜了，感觉快赶上我的100水平了。不过此时的他成功被我逼到山脚之下，而这更大的限制他的狙击视角，所以是我赢了。最终我有了不错的收获，感谢他为我搜集了这么多物资，真是好人一个。不过刚刚疗伤完毕的我突然就看到有人从远处奔来，他藏到那块石头后面，我猜他马上要歪头射击。3级头的脑壳一如既往的坚硬，虽不知道对方几人，但我还是毅然冲了上去。想要练习枪法，又需要勇于面对一切险境，要把每一名对手都当成拼命的目标。这颗雷似乎炸了个寂寞，但好在我的近战狙同样过得去，他仍然没有动静，就如同消失无踪，但我能感觉得到他还待在原地。情况有些不妙，他竟然带了一把小手枪，所以我要认真对待了。幸好我的盲狙同样也过得去。这名快递为我带来了一把 AWM， 同时还有一把1911，一下子就把我的近战和远射能力通通补齐，谢谢他了。然而其还未曾喘够3两，身后脚步声又起，他来自军事基地，也就意味着他也有不少好东西。哎呀，等会儿忘记装弹了。好了，继续。好东西啊，小鹰搭配 AWM 就是一把无敌的狙杀利器。我发现今天遇到的都是好人，个个懂得舍己为人。咦，大家听到了没？有人貌似在打我，我感觉子弹来自105方向，让我好好找一找他在哪里。看到了，他在窗口。这一枪打了个结结实实，大家可以作证是他先打我的。实际上今天所有的战斗基本都是我被迫还击，像我这样的好人真的不多了。所以然而不枉非敌也，我端着大狙就向他们的方向包围过去。来到附近，看到一人正在狂奔，8倍 AWM 下他应声倒地，而倒地这个动作出卖了他还有队友的信息。那么他们在哪里呢？既然他在后面，那算时间，他的队友应该跑到前面去了。让我帅气的双眼仔细搜寻一下。哦，我看到了，1秒莫辛纳甘瞬间出手，他吃痛怒视于我，但我想的和他不在一个频道，为啥只有俩不够打呀？这一下有意思了，我竟然被打伤了，但也仅此而已。他们瞬间损失一个，倒在了深深的杂草之中。我忍痛给自己打了一针，把头扭到一边，没有晕针。他们即将实施救援行动，太好了！我一点都没有吝啬，把3颗手雷都送给了他们，直接把救援者炸趴在地。哎呀，这颗雷更过分，都给灭光了。趁还有时间，我准备愉快的舔颗包，却猛然发现了他们最后一人。这一枪帅呆了！哎呀，瞧见了没？所有人说我的对手不会还手，可你看，他们这黑手还下得挺狠的。他冲过来了，可为时已晚，我原地满血复活。手枪作战我也挺擅长的。解决这7人，想必身后再有无人骚扰，但我仍然不可放松一丝的警惕之心。狙击战场危机四伏，谁也不知道哪里会飞来一颗昂贵的子弹擦身而过，特别是马上就穿越这毫无遮挡的公路了，这前方真的安全吗？为了提高生存率，我再次忍痛捅了自己一针，然后毅然决然地冲了下去。此时的我已经举起了10成功力，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将迎来我的雷霆一击。哎，进入前5了。整个战场上瞬间只剩下了4名对手，意味着我很可能要来一场1v4的巅峰对决，哪怕光想一想就让我热血沸腾。真的好久没有这种狙杀的快感了，我能最终获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吗？来到圈内，我并没有闻到周围有敌人的味道，却在西北方向看到有人影晃动，他们的目光同样犀利，也看到了我。那么来战！他身在坡后，没有给我补杀的机会，但想到一会儿见面还可以再打他一次，体内的美好心情又涨了不少。终于有人露出了骄傲的脑壳。
这枪威力不小，他的头盔肯定已经消失无踪。毕竟我光头制造者的名头可不是浪得虚名。此时的我心情愈发激动，一队跳了起来。终于又遇到1v4的美好时刻了，我要好好计划一下，稍后应该用什么的方式送他们上天。嗨，我也等了好几秒了，怎么还不向我进攻呀？远处窗口貌似有人，不应该呀。这人怎么和他们不在一起？这一枪也打中了腰子，然后他藏头露腚打你脚跟。哎，直接淘汰，这竟然是个独狼，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对面只有3人，顿时就给我心头泼了一杯凉水。算了，尽快解决他们吧。终于一番激战，当然着手打他们，成功拿下2人，你还要挣扎。最终是我赢了。这一番战斗虽然只有1v3，却让我手心冒汗，主要是玩狙更加耗费体力。但幸好我专业过硬，从未失手。为了吃鸡，我竭尽全力。